以色列夜袭加沙，乌俄迎来大批军援。B-21进行地面滑行测试，土耳其提交瑞典加入北约的批准协议。下面请看最新报道。据以色列国防军透露，当地时间25日晚间至26日凌晨，其对加沙地带进行了一次定点突袭。这次突袭动用了以军精锐基瓦提步兵旅，很多媒体将其称之为是以色列国防军对加沙地带的大规模地面进攻。因为相较于此前2周多来对该地区的攻击，这次进攻范围更广更深。美联社26日引述以军方的说法称，他们在24小时之内对加沙进行了大约250次空袭。不过，按以色列国防军26日的说法，本次突袭是为即将发动的地面进攻做准备。此次突袭消灭了大量恐怖分子基础设施以及哈马斯的反坦克导弹发射阵地。以军部队在袭击后已离开该地区。此外，还有一支由超过100辆装甲车组成的以军部队进入了约旦河西岸城市杰宁。值得注意的是，这支以军部队携带了多辆卡特彼勒第9装甲推土机。虽然以色列国防军并未透露本次行动的具体信息，但有分析人士认为，这是一次大规模逮捕行动，目标仍是哈马斯。援引以色列军方消息报道称，当地时间26日晚至27日凌晨，以色列国防军步兵和装甲部队再次进入加沙地带，对哈马斯展开了数小时的突袭行动。以色列军方首席发言人哈加里27日在电视新闻发布会中通报说，在过去几个小时，以色列空中和地面部队扩大了在加沙走廊的军事行动，主要是针对哈马斯的隧道及其他基础设施进行了大规模攻击。据以色列军方的报道，二次突袭仍是在为全方位地面战做准备。此次突袭，以军对包括反坦克导弹发射场和指挥中心在内的多个哈马斯军事目标进行了炮击和空袭。地面部队在完成既定的打击任务后，随即从加沙走廊撤离。与此同时，以色列军方还表示，10月7日发动大规模袭击的2名主使者之一的哈马斯情报部门负责人沙迪巴鲁德已在一次空袭中丧生。目前，以色列国防军依然在紧张备战。《华尔街日报》报道称，以色列军方在内盖夫沙漠的一个基地中建造了一个名为叫小加沙的训练设施。该训练设施有大约600栋建筑物，对加沙地带的模拟程度很高，既有平房也有高层建筑，甚至连地道都有。以军正在那里接受训练，为未来进入加沙地带的大规模地面行动做准备。每日电讯报则透露称，以军准备对哈马斯的地道使用一种名为海绵炸弹的新武器。据悉，这种炸弹在使用后会释放大量泡沫，并迅速硬化以封堵地道。以军曾在查利姆基地训练时使用过这种海绵炸弹。另外，以色列的支持者也在不断提供支持。据以色列电报频道的消息显示，数千名美国海军陆战队员已经抵达以色列。虽然没有透露具体信息，但分析人士认为，这数千名美国海军陆战队员应该来自美国海军巴丹号两栖戒备大队。最后，俄罗斯外交官员10月26日证实，哈马斯一个代表团正在莫斯科进行正式访问，就以持续3周的以哈战争举行会谈。该代表团由哈马斯政治局副局长穆萨·阿布·马尔祖克率领。与此同时，据俄罗斯媒体报道，俄罗斯外交部副部长米哈伊尔·波格丹诺夫在卡塔尔会见了哈马斯政治领导人。而俄罗斯与哈马斯的接触引发以色列的愤怒，以色列强烈谴责俄罗斯与哈马斯的这些接触，要求莫斯科立即驱逐哈马斯恐怖分子。接下来请看俄乌新资讯。俄罗斯方面根据英国情报显示，朝鲜弹药已经抵达俄军仓库，这可能使朝鲜成为俄军的重要武器供应国，以支持俄军在乌的军事行动。俄罗斯生产的152毫米 2S-43 自走炮，据俄新社27日报道，已完成全部测试，正在交付第一批系统至前线部队。
乌克兰方面，当地时间10月26日，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宣布将向乌克兰提供新一轮价值1.5亿美元的援助计划。法新社报道称，自去年2月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以来，美国已经承诺为乌克兰提供439亿美元的军事援助。新一轮的援助方案将包括为乌克兰提供小型武器弹药、反机车武器、防空导弹、夜视装置、爆破弹药和御寒装备等。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通过社交媒体 X 平台表示，随着寒冬将至，加强空中防卫对于保护乌克兰城市和基础设施至关重要。同时，他也感谢美国提供的军事援助。而在美国新一轮援助消息前一天，美国空军证实，乌克兰军事飞行员已开始在亚利桑那州学习驾驶 F-16战斗机。美国空军发言人罗斯莱利在一份电子邮件声明中表示，少数乌克兰士兵本周开始在图森的莫里斯空军国民警卫队基地接受训练。莫里斯是亚利桑那州国民警卫队第162联队的所在地，同时也是一个接待国际学生的 F-16飞行员培训中心。莱利说，培训课程将与每位飞行员的基础知识和技能相一致，预计将持续几个月。同时，美国官员强调称，建设乌克兰 F-16工厂是实现该国军队现代化和加强地区安全的长期解决方案，而不是在乌克兰试图驱逐俄罗斯军队时立即增加战斗火力的方法。乌克兰自己则组建了一个由反对入侵乌克兰的俄罗斯公民组成的西伯利亚营，这些士兵将被纳入乌克兰军队。乌克兰战略工业部长亚历山大·卡梅辛则表示，到今年年底，乌克兰每月将生产数万架无人机。无人机正在改变现代战争，也许这才是乌克兰的自强制胜之计。说到无人机，据防务新闻报道称，斯洛文尼亚公司正悄悄向乌克兰提供无人侦察机。10月24到26日，在波尔诺举行的 GSOF 研讨会上，阿斯特拉尔公司无人机飞行员杰内伊·莫迪克说，乌克兰部队实际上正在使用我们的无人机，并且已经使用了一段时间，并表示我们确实与使用他们的部队有一些沟通渠道，以获得反馈并做出相应的改进。虽然阿斯特拉尔公司无法透露无人机数量以及何时到达的乌克兰，但表示这确实是最近的事，其中涉及了几种不同型号的无人机。此外，乌克兰总理德尼斯·什米哈尔10月24日表示，莱茵金属公司将与乌克兰乌克班 Onprom 公司联手修理和维护西方生产的军用车辆，并最终在乌克兰国内建立生产基地。德国总理舒尔茨在第6届德国乌克兰经济论坛开幕式上确认，德国正在准备价值14亿欧元的援乌计划，其中包括爱国者、IRIS-T 和猎豹防空系统。丹麦也宣布将向乌克兰提供新一揽子军事援助。据乌克兰国家通讯社10月26日报道，丹麦政府宣布向乌克兰提供价值37亿丹麦克朗新一揽子军事援助。援助内容包括 BMP-2 步兵战车、装甲抢修车、弹药和无人机等。最后还有澳大利亚，据澳大利亚政府网站显示，澳大利亚将向乌克兰提供了价值1270万美元的新军事援助计划，其中包括排雷设备、便携式 X 射线设备、3D 金属打印机以及反无人机系统。最后，请看最新武器资讯。首先，美国空军已证实，第一架预生产的 B-21突袭者隐形轰炸机正在依靠自身动力在帕尔代姆42号工厂附近进行地面滑行测试。空军和诺格公司计划在今年年底前实现首飞。除此之外，这里还有另外5架处于不同生产阶段的 B-21轰炸机。这6架预生产型轰炸机将成为加利福尼亚州爱德华兹空军基地测试部队的核心。根据美国空军的计划，第一批 B-21量产型将在20年代中期开始服役，在可以预见的未来， B-21将成为美国3位一体核威慑力量的关键组成部分。同时，它还能够执行常规打击任务，从而发挥更多的作用。此外，从曝光的图片显示， B-21的发动机位置比 B-2更为深入融合机身，发动机排气口较小，还去掉了 B-2上的锯齿状后缘，其隐身效果预计会更为优秀。不过，由于原型机测试期间有许多数据需要收集，因此机身上有多安装额外的天线。
而在测试完的1天后，据防务新闻27日报道称，诺斯罗普格鲁曼公司首席财务官戴夫·凯弗在电话会议上表示，诺格公司预计到2023年底将从美国空军手中获得 B-21 的低利率初始生产合同。他说，这份合同可能会在今年首飞后签订。不过，美空军官员尚未表示他们是否预计在今年授予 LRIP 合同。但诺格公司首席执行官凯西沃登表示，国会山的预算动荡不会影响 B-21 的首飞或其 LRIP 合同的时间。他警告说 B-21 一开始不太可能盈利，并重申了他之前1月份的警告，即 LRIP 合同可能损失高达12亿美元。但他表示，诺格看重的是 B-21 未来的效益。其次，据防务新闻27日报道称，智利陆军将采购40辆新型8轮驱动全地形装甲步兵运输车。据报道称，新平台将取代由160辆6轮驱动食人鱼装甲车组成的车队。目前包括美国通用动力陆地系统公司、意大利伊维科公司、芬兰帕特里亚公司、土耳其奥托卡公司以及 BMC 公司在内的多家公司都表示对这份价值 1.118 亿美元的潜在合同感兴趣。智利计划在2024年头3个月内授予并敲定合同。有圣地亚哥军方消息人士称，赢得这份合同所带来的潜在业务将超出了其最初的财务价值，因为从长远来看，智利正在寻求200多辆装甲车。同时，科威特本周接收了4架欧洲台风战斗机，使其机队规模达到28架中的13架。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本周向议会提交了瑞典加入北约的批准协议，但目前尚不清楚这是否足以锁定土耳其寻求的200亿美元的40架新型 F-16销售，因为批准出售土耳其 F-16的4位主要美国议员对于瑞典加入北约无关的其他问题表示担忧。最后，北约军委会主席鲍尔海军上将对155毫米炮弹当前价格感到震惊。鲍尔上将24日表示，155毫米炮弹当前的价格已由2021年每发2000欧元暴涨到现在每发炮弹8000欧元，价格提高了4倍。依照北约军事准则，压制一个典型目标需要1000枚，也就是要花费800万欧元，而且还要面临炮弹兼容问题。这样的开销都可以买47枚高精度的 M982 神箭导引炮弹或38枚 GMLRS 精准导引火箭弹了。但问题在于，任何高精度武器都无法取代传统火炮的火力。以上就是本期资讯全部内容，关注火力军，带您了解最新资讯和时局动态。我们下期再见。